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刘说说。今年下半年以来，铁矿石涨价，很多人都在关注。确实，这段时间涨得太猛了。普市62%铁矿石价格已经超过155美元一吨了。国内的钢铁行业怨声载道，监管层也是做了一些反应啊。大连的期货交易所开始调查有没有人金融炒作。其实我觉得效果应该不太大，因为铁矿石的定价权根本就不在我们这儿。国内最多是一个推波助澜，核心的问题还在于国外的金融资本。说起来也很令人心酸呐。咱们中国是世界上铁矿石最大进口国，我们的进口量占到了全世界的3/4，但是咱们却没有定价权，别人要什么价，我们就得给什么价。这么多年以来，钢铁行业、国民经济也确实付出了很多不应该有的损失。比较严重的7、8年前，钢铁行业是全行业亏损，等于说我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，挣的钱全交出去了，而且身上还得割一块肉贴补出去。交给谁了呢？首先是矿山巨头，大家比较熟悉的力拓、必和必拓、淡水河谷，他们挣的是盆满钵满。国际金融资本美欧日韩的也是跟着一起喝汤，唯独亏了中国。还有一些朋友觉得这次铁矿石大幅度涨价，澳大利亚有没有从中捣鬼啊？说实话，现在没有任何证据啊。但实际上，澳大利亚通过铁矿石涨价，已经把其他出口的损失都给补回来了。中国对于澳大利亚的商品，别的都有办法，唯独对铁矿石无能为力。核心问题就是咱们没有定价权。所以今天的节目，我们就详细的聊一聊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，为什么我们没有定价权？在当今的形势下，需要做出哪种改变才能够争取定价权？有没有可能拿到定价权？国际上现行的铁矿石价格参照的是普市铁矿石指数，这个指数是由普市能源资讯发布的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普市能源资讯背后站的是华尔街的资本。其实不光是普市能源资讯呢，国际的矿山巨头力拓、必和必拓、淡水河谷，他们身后站的也是国际资本。翻开股权名册啊，包括交叉持股，你都会发现几个身影：摩根大通、GP、高盛、汇丰、花旗银行等等等等。一句话说完，发布铁矿石价格指数的和铁矿石生产企业背后站的是同一群人。可能有些朋友也看到这样的报道，说普市铁矿石指数不科学，就靠着中国青岛港几艘到货的大船，你打几个电话询问一下报价就把指数发布了，左右全世界的铁矿石市场，这个不科学。这只是表象，本质就是刚才说的，发布价格指数的和生产铁矿石的，他们其实是一伙人。而在这样的价格体系里边，中国是没有话语权的。不光是现在，历史上也没有。唯一的一次例外是07年宝钢和淡水河谷曾经发布了一个首发价，当时的价格是上涨9.5%，这算是一个例外啊。所以我们有必要把历史简单的回顾一下，大家一听就明白中国为什么拿不到铁矿石的定价权。中国是2003年开始加入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，当时价格谈判的机制叫做长协体制。长协什么意思啊？简单的说一下，铁矿石的需求方在亚洲是以日本的新日铁和韩国的浦项为代表，欧洲呢是德国的阿塞洛，这是买铁矿石的。铁矿石的生产企业，刚才我们说的力拓、必和必拓、淡水河谷，这一群人大家坐在一起谈，谁先谈成？比如说日本的新日铁和巴西的淡水河谷谈成了，明年的价格20美元一吨。好了，其他人就不用再谈了，就以这个价格为基准，这叫首发价，剩下的人跟随就行。这就是长协机制啊。中国在加入长协机制之前，运行的一直很平稳，国际铁矿石的价格也很平稳，基本上都是20美元一吨，甚至还会略有下降。但是等中国2003年加入谈判，情况就变了，铁矿石价格暴涨，到了2009年，6年的时间涨了335%，翻了3倍。可能有些人会想，这是不是针对中国？
也可以这样讲啊，但是也有一些客观的原因了。中国作为这么大体量的一个买家进入国际市场，肯定会使原材料价格暴涨，但是涨得却是离谱了。我们来分析一下，在长协体制内，中国为什么拿不到铁矿石的定价权？2003年，当时咱们国家派出的谈判代表是宝钢。宝钢，我来举一个例子啊，宝钢在和必和必拓谈判，明年的铁矿石我最多给你出50美元一吨，多1分你都不要想。但是中国国内的钢铁企业呀是个奇葩，我们国内的钢铁企业非常多，几千上万家，光有进口资质的就有500多家。一方面，宝钢在前面拼命压价跟人谈判；另一方面，国内的一些钢铁企业偷偷的找到必和必拓，我给你55美元，我给你60美元，你先给我发2船呗，我这急着开炉呢。必和必拓一看还有这种操作呢，那我跟你宝钢谈什么呀？慢慢谈就行了呗，反正我的货不愁卖。就这样，宝钢谈得非常艰难，往往是拿不到首发价，也就拿不到定价权。相反，日本谈的是比较顺利的。第一个原因，日本、韩国人比中国人心齐啊，这是事实。第二，日韩国内的钢铁企业已经高度垄断了，像日本国内5大钢铁集团，它没有那么多幺蛾子。另外呢，日本和这些矿山巨头都合作40-50年了，所以谈判相对顺利，往往都是日本先结束谈判，发布首发价。但是在2003年之后啊，日本谈出的首发价一年比一年高。2005年，铁矿石的价格上涨了71%，2008年上涨了60%。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日本人是不是傻呀？你是买方啊，为什么把价格越谈越高呢？日本人可不傻，这中间是有原因的，我们来分析一下啊。第一，刚才我们说了，日本和这些矿山企业合作的时间太长，双方的利益有交叉，日本的财团往往持有这些矿山企业的股份，就像日本的三井持有巴西淡水河谷15%的股份。铁矿石涨价，日本人能拿到分红啊。第二个原因是，日本已经过去了那个大基建的年代了，对铁矿石的需求量没有像以前那么高了，所以说呢，这点损失它承受得起，而且还能挣钱。日本买1吨铁矿石多出10美元，但是中国不行，中国得买100吨呢，买100吨就要多出1000美元，这1000美元。日本光靠分红就能分150美元，我还挣钱呢，这是第二个原因。第三个原因，中国的钢铁企业归根结底还是日本和韩国的竞争对手，给竞争对手使绊子，这在商业上是一个很正常的操作啊。所以这么一分析，大家会发现，中国加入长协谈判之后，局势就变了。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、巴西，他们的利益反而相对接近，这就成了全世界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一家。这还是我们没有考虑到政治制度、意识形态，光经济利益就把他们绑起来共同对付中国了。你说中国怎么能拿到谈判的主动权呢？所以在长达6-7年的谈判里边，宝钢就争得了1次首发权啊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那么面对这种情况，咱们有没有想办法改变呢？当然有了。2008年就做了1次努力。2008年我们知道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嘛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。当时代表中国去参加谈判的是中国钢铁行业协会，中钢协是信心满满啊，趁着这次机会把明年的铁矿石价格打下来。谈判呢不出意外，还是日本的新日铁先报出了首发价，每吨是下降33美元。中钢协不承认，说下降的幅度太低，每吨必须下降40美元。谈判进入焦灼状态，这个时候，矿山巨头力拓拿出了一摞文件，往那儿一放，你们国内的钢铁行业情况我们调查得很清楚，铁矿石到岸周转运输成本是多少，你们的吨钢净利润是多少，毛利润多少，你们的谈判代表里边这几家钢铁公司，比如说首钢集团吧，你们有多少高炉，每个高炉需要多少铁矿石？
如果说达不到稳定的供应量，你的高炉就得熄火，你损失更大。有些朋友可能知道啊，钢铁行业的高炉呢，最好是连续生产，一旦停炉，你再把火点起来，这可不像我们老百姓生火做饭，那一炉火点起来就是几百上千万呢。中钢协一听，这行业秘密怎么都被你给摸清楚了？你说这还怎么谈？自己的底细被人查得底儿掉，干脆也别谈了，就按日本人的价格走。回国之后汇报，这事儿不对，肯定有内奸啊，咱们查吧。一查就查出了一个胡适泰间谍案啊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网上查一下。胡适泰，天津人，北京大学毕业，后来到澳大利亚留学，取得了澳大利亚的国籍。作为力拓公司的员工，回到中国刺探商业情报，行贿受贿啊，最后被抓住判刑了。网络上有人估算，胡适泰的间谍案使中国钢铁企业损失7000亿，7000亿啊！14亿中国人每个人得投500块钱出来。这是一块。另外，在08年，国内的钢铁企业更是一盘散沙，因为在08年上半年，我们知道啊，钢铁价格下跌，很多国内的企业违约了，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船运到港口都不要了，把澳大利亚气的呀都快疯掉了。但是到了下半年，咱们国家出台4万亿，钢厂需要铁矿石生产，又去找澳大利亚，澳大利亚这回可得意了，你们这些钢厂都违约了。如果说听我的话，那好说好商量；如果说不听话，别说铁矿石了，石子儿都没有。所以说，当时国内更是一盘散沙，窝里斗得厉害，根本谈不成。再往后呢，长协机制慢慢就破产了，改成短期协议；再往后就改成现在的随指数定价了。不管怎么改，中国从来拿不到定价权。刚才我说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原因啊，大家到网上都能搜到相关的信息。接下来我再说一点你们搜不到的。其实中国如果说狠下心来和国际巨头硬刚的话，是能拿到定价权的。我来举一个例子啊，从现在开始，中国咬着牙一船铁矿石都不要了，这种情况根本用不了多长时间，国际的矿山巨头都得跪下来。你想啊，咱们国家吸收了全世界75%的铁矿石出口量，你生产100吨，75吨都得卖给中国。如果中国不要了，那不完了吗？要不了多长时间。你别看现在155美元一吨，要不了半年能卖到15美元就不错了。但是这个方法我们能不能用呢？肯定是不行的。中国每年需要铁矿石14亿吨，10亿多吨都得依靠进口。如果说我们真的停止进口，国民经济所受到的损害啊，损失不可估量，最低也是上万亿美元起步。这种打法就好像是杀敌1000，自损5000，损失太大，美国人巴不得你这么干呢。所以说，只能想想而已。但是呢，我们也是做了一些举措啊，想办法改变现在的不利状况。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中国怎样才能慢慢拿回定价权。首先，第一个举措肯定是学日本，就是国内的钢铁企业进行整合，该合并合并，该破产破产。未来如果说中国也能形成就是这么几个大的钢铁集团，也就不会出现现在一盘散沙窝里斗的情况了。这是第一个努力的方向，正在进行。比如说宝钢和武钢合并，上宝武钢铁集团，这是中国最大的，世界第2。第二个举措呢，就是进一步推进铁矿石的人民币直接结算。我们知道啊，大宗商品如果是金融市场定价的话，一般都是参照期货交易所的价格，就像国际上的黄金和原油。期货交易所中国有，大连商品交易所就有铁矿石的期货，但是是人民币计价的。如果说世界上的铁矿石交易更多的是以人民币直接结算的话，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地位就会凸显出来。第三个举措就是丰富铁矿石的来源，尽可能让它均衡，让卖家之间产生竞争。现在我们的铁矿石对澳大利亚的依赖性太强，占到了60%。其实巴西淡水河谷的铁矿石质量也不错，但是只占到10%几。为什么这么低呢？巴西离我们太远，运费太贵。为了解决运费太贵的问题，你就得用大船装啊。
从巴西运过来得用40万吨的大船。关键是40万吨的大船没有几艘，另外中国的港口能停40万吨级船舶的也没有几个。你别看中国的港口多，世界上10大港口中国占了7个，但是能停40万吨级的港口，也就是唐山的曹妃甸，大连港、青岛港，浙江有一个舟山港，福建、广东这么多港口，一个都停不了。所以现在咱们国家也在大力的开展深水港的建设。今年湛江港开始建设了，南方终于有了一个40万吨级的港口，烟台港已经可以用了。未来呢还要建，未来我们的深水港要达到最少11个泊位吧。中国正在加大深水港的建设，另外大船我们自己能造，这些都是为了以后能够更多的从巴西进口铁矿石。还有一个，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，中国在西非有一个西芒杜铁矿。西芒杜铁矿4块矿区，1、2块矿区里边，中资占了统治性的地位，3、4号矿区也是中资和力拓联合持股的。等到西非的铁矿建成之后，也是要依靠40万吨的大船和这些深水港进行运输的。过几年，澳大利亚、巴西还有非洲几内亚，这能够形成3国鼎立的局势。我们再从俄罗斯进口一点，来源越丰富，越有利于铁矿石价格的降低。第4点，我们说一下就是咱们国家的房地产。我们都知道，房地产用钢材是很多的。咱们进口的铁矿石炼出来的钢铁，有一大半都用在基建和房地产上了。所以现在国家提出的房住不炒，遏制房地产的发展，其实也是为了降低对铁矿石的需求。等到再过几年，我们的经济转型成功了，国内呢转向以消费为主，以产业升级为主，不再以房地产作为经济驱动力的时候，到那时候国际上的矿山巨头就不会这么嚣张了，因为我们的用量降低了嘛。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欧洲，他们对铁矿石需求不是那么迫切，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废钢利用率比较高。中国呢未来也会向这方面发展，因为我们积累比较少，以前都是没多少钢铁剩下，不像欧洲国家，未来废钢的利用率提高，也会降低咱们对铁矿石的需求。刚才说了这么多，但是我们也要客观的承认，在未来的5到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，我们也不可能摆脱对国外铁矿石的依赖，所以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定价权，只能说稍微往公平的方向发展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直到我们实现产业升级，国民经济的增长不再依赖于基建、房地产这些投资项目，建成以消费社会为驱动的经济增长形式，到那时我们才能彻底的摆脱对国外铁矿石的依赖。